中科院在台东试射飞弹，原来说高度无上限，现在说30公里，30公里。那所以呢，夜空又点亮了隔了2年军事当然有很多军事迷了，说像巨兽狮吼冲上天，上天了那赖清德提1.25兆国防特别预算在野党要邀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那另外呢，前行政院长陈冲他也是财经专家了他看这个军购特别预算，他说重点在采购，因为采购要花钱嘛，不是真要防卫这其实就是富保会美国要就告诉你要跟川普我 GDP 也是会变到5%当国防预算然后我也要编1.25兆来做这个韧性什么特别预算等等，满足川普嘛。而且华盛顿邮报登个这个读者头给谁看希望川普能够看到嘛，因为没有管道打扰川普，希望川普至少看看原来有这个高兴一下，龙心大悦陈永康不分区立委了他原来是国防部副部长，他说这个只有构想，但是也看不到细节细节要厘清到底要做哪些事情马文君也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他说把2027年当成国库提款机的密码，因为都2027说老共准备好啦，要打台湾啦等等所以呢2027就变成他的提款，因为老共要打嘛，所以我们就多编国防预算了那大陆说赖清德的这个行动方案是有问题的要搞台独的，陆委会就是中共才是战争的煽动者，就是你们在搞战争，当初我们搞战争那大陆对这个赖清德的1.25兆国防预算说，只会让台独加速覆灭你以为会保护你，保护不了的美国前国安顾问叫做波顿Bolton， 他说呢，川普为了跟中国大陆的大交易，可能会出卖台湾他说台湾该要害怕了，为什么呢？川普只看钱，眼里只有交易。那昨天才看到消息说，我们的海空号出海然后不是潜是浮航，在水面上浮航。当时有一个消息说，海军司令可能要动了，晚上就动了说呢，蒋正国升海军司令，原来中将变成上将唐华调去什么军校什么官校当校长那蒋正国说他是务实派，那唐华不是务实派吗？还是唐华常常觉得说没有把握，潜舰不能下潜，到时候害死那么多官兵惨了，所以一定要有把握才能下潜。所以老是要有把握，有什么把握把你换了，到底是不是原因呢？我们看一下。一声响下，发射瞬间，飞弹飞向天空，划破天际。10几秒钟后，穿入云层。中科院睽违2年重启飞弹试射，公告最高超过10万尺，而外界推测为天宫3型增程型飞弹，就在台东3仙台空中出现亮光。尽管下着雨，抵挡不了爱国决心。尤其赖总统26号宣布投入1.25兆追加国防预算，要建立台湾之盾系统。但大陆国台办发言人警告，若台独分裂势力胆敢突破红线，大陆必将断然出手，迎头痛击。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只会让台独分裂势力加速走向覆灭。气噗噗开枪，台湾没有所谓总统，只是对内。前总统马英九在社群批评赖总统的宣布，形同台湾进入准战争状态，破坏了安全稳定的现状，这种单边行为、麻烦制造者的情况，才是北京应该要来反省的。总统府发言人话讲得重，但是否双边对立又拉高，在游行拉高预算，反倒加速台海变局？来，吴征发言人，是我想，因为主要是。以前我们念《孙子兵法》，有时候其实大家常会引用一段话，叫“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基本上实力越强，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有外部的威胁，有对手，他就越不会来进犯我们，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那为什么现在要提这一个国防强化的特别预算？总共8年要编1.25兆，所以一年大概1500多亿到1600亿这样子。那其实因为两岸的军力正在快速的失衡嘛，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在
在这个2025年解放军的国防预算事实上是高达1.7兆人民币，那所以换成台币也就是8.5兆哦，那是等于是就算我们明年已经是史上第一次把我们国防预算加到破兆，还是中国的年度国防支出还是到我们的8倍以上，所以这是一个惊人的落差。所以其实我想大家都同意说，台湾我们需要有一个嚇阻的能力，因为包含上一次其实就是少康兄跟这个侯友宜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其实也提3D 的战略嘛。3D 第一个 D 就是 deterrence 要嚇阻啊，当然也要 dialogue 这样子。那问题是，当中国的军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嚇阻的力量就会变弱。好，例如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美国买这个 M1A2T 的主战坦克？因为后来发现说，我们这个台湾我们本来旧的这个勇虎式这个 M603A， 哇，中国现在打964可能打不太动，那994可能完全打不动了，所以我们过去就要去强化这样的一个军购，好避免说万一有一天中国的坦克哇上到我们岸，我们坦克就啪台坦克啊。你说他的坦克要上到我们的岸？对，就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个装备？因为义务只能最高射程150公里了，打不到大陆去，所以就他来说我们在路上打它。对，装甲的厚度了哈，跟这个射程的穿身。好，马上讲回来，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军力上一个动态的平衡嘛。当中国一直在强化他们军力，那我们也需要去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所以这个1.2兆虽然听起来很多，不过它是一个8年的特别预算啊，所以1年大概是1500到1600亿这样子。那有一发言。民众党的立场，我们是支持合理的增加军事预算，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赖清德总统开的那场记者会之前，他完全没有和国会沟通，也更没有向我们的国人来报告他们对这次增加1.25兆预算的这个想法哦。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希望能够知道这次军购它的确切内容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军购是否能够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吴峥发言人刚刚讲了这么多很棒的武器，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武器很好，世界第一，但是什么时候才会来台湾？今年2025年6月的时候，国防部自己的报告就讲了，还有210多亿美元的军购，当时6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到台湾，将近已经超过6000亿台币了。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已经渐渐的在交付，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些军购，它是在2015年10年前就已经签的，到今年都还没有交付。那好，我们明年2026年开始花1.25兆向美国军购这些武器，会不会也让我们继续等个3年、5年、10年，等到2035年都还拿不到？那赖清德你自己说的，2027年中共就已经具备了攻台的能力，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2035的时候中共军事现代化，我们来得及吗？所以民进党政府，你更应该告诉人民，向人民交代的是，你要怎么确保让我们中华民国、让台湾能够及时拿到这一些我们已经付钱出去的军购。那再来我要说的是，台湾当然有美国的压力，所以必须得要买这些军购，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不断的追高这些军事的预算，然后还拿不到货的状况下，我们一直不断的追高的状况，我们有获得安全保障吗？同时，另一方面，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民进党有立委说，这一次1.25兆的军购是一个灭火器。好，那我们就可以来从这一次发布这个消息之后，我们来评估一下，看一下中共对台的军事部署有没有开始缓解。中共对台的攻击扰台有没有开始减少？如果有减少，好，那就是一个灭火器；如果不减反增，恐怕这一次的军购不一定是一个灭火器，全民都可能会质疑民进党这次反而买的是一个汽油桶，火上加油，提油救火。小心。你知道 M1A2T 它是什么一个意思 ？M1A2T 的 T 是 for Taiwan 的 T， 对，所以呢，它是针对台湾所去做的 M1A2。好，那我要讲的事情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个 T， 就是因为我们所拿到的版本跟美国他们自己在使用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军有搭载的 BMS 的资料链系统，台湾根本没有，所以同样一个战车，美国很多有装的根本没有给台湾，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M1A2T 它这个战车，如果你有去看过的话，你会知道它有多大台。所以在这么大台的情况之下，它的限制就是车体重，然后它尺码非常大。它在开进，比如说像因为它要防卫的是比如说北部地区嘛，那它从北部地区，它整个 M1A2T 它开出来的时候，基本上第一个，你的路面能不能够承受？然后经过很多比较小的巷弄或者是桥梁的时候，开不开得过去，这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刚刚讲的 M1A2T 它是属于传统的武器，现在他们在讲不对称作战。好，这是有一个原因在的，因为你这么大台的东西在台湾、在台北、在北部地区，你真的觉得它能够有效的，就像大家刚刚吴征犯人所设想的，然后人家坦克开过来，你这个开过去，然后哇，两军对决，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再来，我要讲的是刚刚谈到了这个海鲲号，那它开出去，你会看到海鲲号这一次其实它也只是一个浮航测试，就是像船一样开出去。它接下来还要进行的是什么？比较浅的潜水测试跟比较深的潜水测试，那它的难度都是一次往上调好几个等级。到目前为止，本来11月是要交件，但是我们跳票的程度已经到了11月底，要开始罚钱的时候呢，他们连浮航测试都还没有完成。我希望安全，所以慢慢做，我也不纠结。但是你可以看到，光是台船董事长原本是郑文龙他在处理的，结果2024年8月换了黄正宏，2025年8月又换了陈正宏，换了2次董事长。那你觉得这个件他是怎么样交接？他在整个台船体系里面，他都已经连董事长都不连贯了。再来，黄曙光是当时整个潜舰国造的推手，他走啦。现在连唐华你都把他去调任啦。唐华对于这个他的这个海军司令的工作里面，就关于测试跟交件阶段，他是主导人。那他现在走了又换人了，海鲲号还在测试。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对这个潜舰乐观呢？我都不讲台湾海鲲号大概500亿左右，跟日本去比较100多亿有什么差别？因为你们会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所以比较贵，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做好都好。可是真的能做好吗？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多人都讲说，像刚刚吴征讲说。今天呢，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说什么？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费很高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要提高嘛。可是今天两岸之间陷入军备竞赛，它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嘛？好，你可以看到从这个是我们整理出来的，从2015年来一直到2026年来，这还不包含1.2兆的这个特别预算，我们增加了多少？你可以看整个图，增加的非常的快，光是2025年今年跟明年的预算来说的话，就从这个6-7千亿增加到这个9495亿，因为我们后来还有追加1000亿嘛，本来是编6000多那我给大家看这个会比较清楚，就是呢这个2025年的时候6740亿，然后呢2026年增加到9495亿的常规预算，那它就增加了46%，增加3000亿。好 ，GDP 总额增加非常多，再加上呢，你还要等于是2016年为基准的成长195%，是3倍。所以说，两岸之间的这个军费落差，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可是当台湾要如此快速的去增加国防预算，是这1-2年当中才发生的。我们要回到国际社会看看这1-2年之内发生什么事，不是只有台湾，美国要求各国都要增加军费，日本也被逼迫，韩国也被逼迫，还有北约的相关的国家，欧洲也全部都被逼迫，这才是事实。这不是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的军费增长，所以台湾也要跟着增长，是单纯的两岸关系，它是一个国际关系，是因为美国要求大家都要达到 GDP 的5%，所以我们要跟着去做。可是GDP 的5%，大家听起来5%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占 GDP 的5%，我们回到总预算，如果占 GDP 的5%的话，它是占了我们总预算的55%，等于如果有100块钱的话，100块的税金，55块要拿去做国防，剩下的45块才做民生。所以我们的教育、健保、环境、经济整体的被压缩，这个是不可不慎的。所以我们以国民党来讲，没有民党不要再污蔑国民党
没有人反对国防预算的增加，但是你做一切的事情要有一个限度，不是说今天1.25兆投出去，台湾就安全了。今天从6000多亿变9000多亿 ，GDP 到5%就安全了，不是。我们要一个一个案件去审视，到底哪一些武器是台湾现阶段需要的，有需要才买，而不是呢，就算没有需要，只要美国要卖，就得照单全收。我看到这个唐华海军总监被换掉，我就想当时这个黄曙光跟中船的郑文龙吧董事长都有讲说，海鲲舰这个潜下去了，他们要在舰里面，他们要再跟舰一起沉，万一这个舰上不来，他们就一起死了。我当时觉得很感动啊，这是负责表现了，就都不见了，黄曙光也跑了，黄曙光跑了还换了唐华现在还换了，又换了蒋正国，中船也换了两个董事长吧，那是不是将来真的要钱，还是把他们找回来，要兑现承诺嘛？我们找回来一起跟那个舰在人在，舰亡人亡，休息再回来。好，台积电呢？哇，这个前副董事长吧，这个罗维仁说他现在违国安法了，把2奈米先进的这个技术拿到这个 Intel 去所以呢，这个智慧财产的分署发动搜查扣他的财产，说他的财产差不多20亿，这点我也是不解就是说他年纪也不小了那也退休了然后呢财产也不少，他也应该也不是为了钱嘛。他钱已经够了，到此也花不完了。他为什么说把这个机密都弄去那现在 Intel 说没有 ，Intel 之前就发表声明了，说我们 Intel 不主张来的员工把过去的这个资料带来，我们反对这样的做法。所以 Intel 昨天也发个陈立武这个陈立武呢发表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福建人，他发表了一个强烈的声明，说我们完全支持这个罗维仁。而且他带什么资料都是骗人的，而且我们昨天才知道，罗维仁在到台积电以前，在英特尔做了18年了。对，没错。那么英特尔说，我还没有讲说你当时把我英特尔的资料偷到台积电去了，你现在说台积电把台积电的资料偷到英特尔，所以现在搞的。当时英特尔没有讲以前，没有人知道他在。当时我就想说，拿到博士30出头，50几岁才到台积电，中间20年到哪里去？搞了半天在英特尔，所以呢，高检署说已经搜索扣押他的不动产了。什么股票什么都给他这个查扣了他是前副总。好，他说他已经出境了，因为他有美国护照所以已经出境了那英特尔力挺他说呢这个说把台积电的技术转移毫无根据，乱讲一通，我们哪需要他的技术那经济部长龚明鑫说，这也不是英特尔说了算就算了但是也不是你台积电说了算就算嘛要有证据了他到底把什么技术偷走？因为听说他不用电脑，这很奇怪，高科技者不用电脑那就像老沈不用手机一样。然后呢，他说抄笔记，说抄了几十本笔记那说是不是很巧呢？说为什么刚好辉达财报的前夕抛出来，台积电抛出来这个震撼弹，这时机有没有奇怪这媒体在问了那网络说英特尔挺他，那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到底怎么回事那台积电现在要打法律战的告他，说他违反营业秘密那当然还有证据了，他到底哪些资料偷走了？另外说竞业条款就是你要到我的竞争者，当时有一个条约要写说，比如你离开我这边几年之内不能到跟我竞争者那边去工作竞业条款在美国是非常有效的，霸王条款，台湾不太有效，因为台湾的劳工法庭说我们就是保护劳工的那他只会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他只会做医生，你叫他不能到别的医院去，那这违反，所以官司不会打赢。所以台湾有些雇主，好吧，3年竞业条款，3年薪水付你，这3年你都不要对对方去做，让你这3年这个不能替这个敌营效力。但在美国竞业条款是有效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要拼打这个官司，到底有效无效？在台湾不见得能打赢那联合报社论说，原来这个工程还颁给他各种奖还要给他什么院士为什么台积电的谢明频传，前阵还到日本去3个人等等，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
台积电前研发资深副总经理罗维仁在今年7月退休之后，10月就加入了竞争对手英特尔，被台积电提告控诉罗维仁涉嫌窃密。高检署制裁分署为了保全证据，27号指挥调查局持搜索票前往罗维仁在台北新竹县的住家进行搜索，现场查扣了电脑、随身碟。同时间，检察官也向法院申请扣押罗维仁的股票和不动产，法院裁准。之前台积电声明称，罗维仁去年3月调职，职责上没有需要监督管理研发部门，却还是要求研发部开会，跟提供正在研发中及未来规划的先进制程技术资料。今年7月，公司有提醒他敬业义务。当时罗维仁表示，离职后会去学术机构，并没有告知是去英特尔。多项的行为令人产生质疑。台积电根据与罗维仁的聘雇合约书、承诺竞业禁止同意书跟营业秘密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外传罗维仁拥有美国籍，目前人也在国外。由于台积电今年才爆发有内鬼工程师涉嫌泄密奈米的关键技术，8月被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起诉。这次台积电也大动作提高老生，检方是否能够追回罗维仁，厘清其中是否泄露台积电技术，成为后续的侦办关键。老沈怎么看？我觉得罗维仁对台积电也好，对国家也好的伤害啊，跟我们国家未来要花1.25兆去买国防，这是小事啊。因为台积电就是养了一大堆，尤其是高层啊，一些怨夫，你知道，不是怨妇，怨夫啊，他们就讲我一辈子贡献给台积电啊，我现在要退伍了啊，我位置爬得够高，但是没有那么高，没有我想的那么高。我赚了很多钱，没有错，但是还是跟我想象预期的不够多，所以弄美送了，对不对？美送像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台积电要好好去反省，说你如何对待这些人，让他们心悦诚服，甘愿的离开以后，不会回头来咬你一口。但是我要回头讲哈，因为我刚才听了这个民众党的代表，还有听了我们民进党的发言人啊。你们说要拉近哦，跟对岸这国防预算的差距，我觉得这怎么拉近呢？这个假以时日，越拉越远啊，对不对？只有越远啊，怎么会拉近？还有像民众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讲到国防预算，其实实话都不敢讲，他们都有一句话在大前提：我们对合理的国防预算，当然也都支持，也不反对，摆在前面，因为他们怕民意反。不再讲被盖帽子啊。是的，是的，这就是没种。我跟你讲，有话就要干脆要讲清楚。他不能说我通通反对啊。我就回到波顿好了。波顿是川普的仇人，是我们台湾最忠诚的朋友、亲友啊朋友。那波顿这2天讲了2段话，第一段是说你小心哦，台湾危险哦，因为川普做生意的，他认为他会把台湾卖掉。这个我完全不同意，因为是仇家嘛，川普的仇家，台湾的亲人哈，讲这种话啊，听听就好，不重要。他第2段才重要，他没有认为，他没有再碰那个交易的事情。他说老共啊，有一天会 ready， 就是把你围堵，然后把你这个包起来，让你完蛋。这个时候我就要请问你们几位，我们花了钱有哪些武器？可以破解老共的这个围堵封锁的战术有哪一样？你告诉我，哪一件是要破解他的封锁？没有半样啊。那是现在要不要很担心？不用，大家都没有细心去听我的论述，也没有看我的脸书。我最近都讲了，美中无事，台湾就无事，对不对？我在这你讲，我讲的都是真的是这样。他有讲。我跟你讲中台两岸的关系啊，可以分成2个阶段。我们现在还在前半段，前半段是什么意思？就老美这边呢，是说你是有本事打，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我要你不会出手，因为出手对你不好。那这个我们在台湾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不对的事情都没关系，对不对？反正没事嘛，就没。但是假以时日，因为我们再怎么准备，再怎么买武器，都会跟他越拉越远啊。所以进入下半段就是老共已经把这个如何处理台湾，要动手呢，要包围呢，要封锁呢，已经准备好了。那个时候他心里知道，我说了算，我要不要出手，我决定。那你们呢？你们对于我的要出手，到底要不要回手？
这个你们基于你们自己利害的考量，大概最后也决定说不还手，所以他可以出手，但是你们都不还手了。但是老共那个时候就动手吗？未必，因为那个时候老共说，我动手了以后，那你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不动吗？将来这个后果我还是不敢承受。所以我讲两岸是不会打仗的，要跑的人不要跑了，台湾绝对不会打仗。香龙赞不赞成？我不赞成，就是我要简单讲，就是我如果是在野党，我会有个很清楚的主张，在今天的赖清德政府两岸没有展开政治接触以前，我会冻结所有的军事支出，3分军事7分政治。两岸之间，台湾的安全是建立在那7分的基础上面。如果你只想靠那3分的军事，我就算让你军事呢到7分也没有用，没有任何的政治接触，台湾不会有任何的安全感。刚刚我们讨论到一些跟美国买这个装备，买那个装备，你说 M1， 台湾买 M1 很高兴吗？乌克兰有没有？乌克兰有。台湾买 F16， 乌克兰买 F16 有。但是你在战场当中，你还有没有看到呢？乌克兰的 M1， 乌克兰的第一批的31架的 M1 上去没多久之后呢，几乎就快打光了。之后呢，就都躲起来，因为不需要等到呢，像是阿帕奇这种的攻击直升机。现在的坦克车在战场当中，在乌克兰战场，乌克兰是大平原作战，坦克作战的标准地形，它瞬间31架上去了之后呢，2023年交货，2025年你在战场就看不到了。请问你每天看到的，大家许多的声誉的媒体这么喜欢吹嘘乌克兰战斗力，你有没有看到战场上面还有看到 M1 在跑？德国欧洲被迫呢交很多的豹2呢号称地表最强坦克。你今天在乌克兰战场，你有没有看到豹2一样上去了之后呢，被打得稀里哗啦的？我是说，不要迷恋军事装备，政治是最重要的。F16，美国也整了一批 F16，帮他们做了训练，上去呢两架被打掉了之后，你还没有看到 F16，乌克兰连制空权都没有。你花再多钱呢买装备。美国呢卖给你，但是你如果以为那些装备能让你换到安全，那就太蠢。如果今天台湾的装备能够提供台湾的足够的安全，美国就不会把它在第一岛链，尤其呢在整个琉球群岛上面的主战的装备都往关岛撤。为什么往关岛撤？我告诉你，台湾千万不要说呢，我是一只刺猬，我是一只豪猪，全世界最大的刺猬在关岛。关岛的刺猬是有用的，因为关岛距离呢中国大陆距离上海3000公里，3000公里是什么概念？现在的超音速的导弹，我简单讲，超音速的导弹五倍速的音速打到关岛要40分钟。今天呢，我当你发现你对我关岛发动攻击，我有40分钟的缓冲时间，台湾1分钟都不到。换句话说，你今天呢，在讲到安全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处理政治，你就不要谈军事。1.25兆的这种的军费的支出，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意义。我告诉你，这一次我可以跟赖清德总统讲，我一定听你的，我一定买军工股。因为在过去2018年期中选举，蔡英文告诉我们说，买风电、买太阳能，要买绿能。那时候呢，绿能大爆发，我不信。等到呢第二任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买生技，买高端呢爬到400多，我不信，但是我错了，这次我一定信，买军工股。每一次呢，等到要期中选举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民进党会包装一个概念股，而这个概念股在市场当中呢，只有一种解释。我说的是在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筹选举经费的名牌出来了。你相不相信这个是名牌？但这个名牌不管有多名，会让谁赚到钱呢？谁筹到选举经费，救不了台湾的。台湾尽量面对这个事情，政治上面的接触一定要开始，不然我就冻结你所有的军事支出。谢谢大家回来。所以他跟我有什么？